欢迎。今天我们来深入看看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手里这几份材料啊，主要还是看那几家大家比较熟的车企，像鸿蒙智行、领跑、比亚迪、吉利、银河，还有小米、小鹏和理想。对，都是现在市场上的焦点。内容挺多的，有新车发布的情况，也有上周就是8月18到24号他们的销售数据。销售数据这个很关键。对，还有一些企业往国际市场走的消息。目标就是帮你梳理一下，看看这些信息里头哪些是关键点，哪些是趋势。让你能快速了解这个市场现在到底怎么个热闹法，竞争格局又有什么新变化。好，没问题。行，那我们先从鸿蒙智行开始，他们最近动静确实不小。对，动作是挺多的。就那个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嘛，8月25号在成都一下子就发布了好几款新车，还有升级，智界 R7 和 S7 都出了改款，价格大概覆盖了23万到31万这个范围，覆盖区间挺广。还有问界 M8 纯电版也上市了，起售价快36万了。哦，对了，问界新 M5 Ultra 版还加了个新颜奏，那个叫月影红，卖22.98万。M5 也更新了。是的，而且啊，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还预告了后面的享界 S9T， 说是9月发。享界又一个界。对，然后还有第5个界叫上界 H5， 也开始预定了，17万起步，9月底发。这么多界，真是有点确实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不过这个密集发新品的策略其实挺有意思的。哦，怎么说？它不光是推新车那么简单，背后反映的是那个鸿蒙智行或者说华为深度参与的这个体系啊，它想非常快地建一个产品矩阵，就是覆盖从你看10几万到40-50万，轿车、SUV、纯电、增程，各种价格、各种品类都给你覆盖到，全都想要。没错。智界 R7、S7 的改款升级，尤其是智能化这块的提升，还有问界 M8 纯电版的补充，目的很清楚，就是抢市场。对，在各个细分战场都得有火力抢份嘛。然后那个享界 S 紧和上界 H5 就更明显了，要快速的把产品线铺开，渗透到更多用户群里去，有点像下围棋那个感觉，不停落子抢地盘。这个广撒网听起来是挺有野心的，不过我也在想，这么多牌子，这么多车型，他们内部怎么协调呢？对，这是个问题。就比如问界、智界、享界、上界，这好几个牌子，消费者怎么能清楚他们各自是干嘛的，定位有啥区别？会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或者资源太散了？这确实是这个策略最核心的一个挑战。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那个传统车企，比如大众旗下有大众、奥迪什么的。对。关键区别可能在于速度和那个技术底层。鸿蒙体系下的这些牌子都用华为的技术赋能嘛，这当然是优势。但弄不好，产品体验可能就有点像了，同质化。所以真正的考验是，除了价格不一样，他们在品牌感觉上、目标人群上、核心卖点上，能不能做出足够清楚的区别？对。让消费者觉得我就得买智界，或者我就得买问界，就是这个意思。这非常考验他们的营销和渠道管理能力。这不光是鸿蒙智行一家的事儿，也是看科技公司，就是说深度参与造车之后，这个模式怎么往前走的一个缩影。挑战确实不小。好，那我们接着看领跑。车市红点的数据说啊，他们上周就是8月18到24号表现挺亮眼的。领跑对。卖了1.21万辆，在所有新能源牌子里排第5，但在自主新势力里头排第1了。超过其他几家了。对，超过了理想、小鹏他们。资料里也提到，主要是他们今年不是推了好几款新车嘛，然后最近那个 B0 这款车带动作用挺明显的。B0，对，他们最近主推的。而且那个车 fans 的申少军也透露说，领跑上周新增订单也过了1.2万台。这势头看起来相当可以啊。订单和交付都上来了。还有一个消息也挺值得关注，财联社说的
8月25号，领跑宣布他们的全球化车型 B10已经装船运去欧洲了，动真格了。对，计划9月份就在欧洲开始交车。这车是基于他们那个 Leap 3.5 架构的，说是全球化的长续航 SUV， 看来是正式要进欧洲市场了。对，领跑这个动作很关键。B10发往欧洲，就标志着他们从说要出海到了真出海的阶段。这不光是卖几台车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在国际上怎么把品牌形象立起来。是的，而且他们的计划还不止这些。2026年海外销量能比今年翻1倍。翻1倍，目标不小。对，所以你看，他们正在弄马来西亚工厂的本地化生产，还打算明年用他们的合作伙伴 Stellantis 在西班牙的工厂来生产。借船出海。对，这说明他们想搞的是深度的本地化运营，不是简单的把车卖过去就完了。听起来是国内国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过欧洲市场我们都知道不好啃啊，竞争那么激烈，规矩也多，领跑过去会碰到哪些具体的难处呢？难处肯定不少。首先就是法规不一样，比如欧盟那些标准环保啊、碰撞安全呢，还有那个数据隐私法 GDPR 什么的，都得完全符合当地的要求。合规是个大问题。其次呢，就是市场认识和品牌接受度。欧洲人对他们本土品牌还是挺认的，像大众、宝马这些。一个中国来的新牌子，怎么让人家相信你买你的车？这需要时间，还得砸不少钱做营销。建立信任很难。再有就是竞争对手，不光要跟那些老牌巨头打，还得跟同样去欧洲的中国同行，比如比亚迪、名爵，还有特斯拉，对手都挺强的。最后也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销售和服务网络。欧洲地方那么大，国家那么多，你怎么建销售点、维修点，还有充电服务怎么支持？这成本又高又复杂。是啊，售后跟不上也不行。所以说 B10的欧洲只是第一步，后面的本地化运营、品牌建设、用户服务挑战更大。领跑这个策略能不能成功，对其他想出海的新势力来说，也是个重要的参考。确实，出海这条路看着美，走起来难。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行业老大比亚迪。比亚迪，对。车市红点的数据说，比亚迪上周8月18到24号销量是 7.06 万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从7月份以来，他们周销量第一次重新回到7万辆以上。回升了，这是个积极信号。对，而且你看8月份的数据，比亚迪的周销量基本是一步步往上涨的，稳步爬升。看起来呀，到月底冲刺的时候，他们8月份的总销量很可能比7月份要高不少。看来这老大的位置还是挺稳的。比亚迪测试销量回升，而且又站上周销7万这个坎儿，确实又一次证明了他们的市场号召力还有那个体系能力是真的强。一周卖7万多台车，你想想这个规模，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市场都非常厉害了。是啊，太惊人了。这背后肯定是很多因素一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技术，像刀片电池、DMI、DMP 混动，在安全、省油、成本控制上都有它的优势。技术是根本。其次就是那个产品线太全了，从几万块的海鸥到上百万的仰望、王朝、海洋两大网络，把市面上主流的细分市场几乎都盖住了，总有一款适合你。产品多，选择就多。第三点就是他们那个强大的垂直整合能力，尤其是在电池、电机、电控，甚至芯片这块都有布局。这在现在供应链老波动的情况下，是个巨大优势，能保产能，也能控成本。听起来比亚迪各方面都挺强的，像个六边形战士。不过现在这个市场，新势力啊、传统车企啊，都在拼命内卷。比亚迪这个领先优势能一直保持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潜在的挑战？这是个好问题。比亚迪现在的优势确实很明显，尤其是在规模和成本上。但挑战肯定也是有的，比如一方面你看竞争对手，不管是新势力还是那些反应过来的传统大厂，技术和产品代都非常快，特别是在智能化、自动驾驶这些前沿的地方，比亚迪需要持续投钱，保持领先，或者是至少不能掉队太多。对，智能化这块大家都在卷。另一方面就是品牌往上走，虽然他们搞了腾势和仰望，想打高端市场，但怎么真正把这个豪华品牌的形象和体验建立起来，让大家觉得值这个价钱，这还需要时间来证明。高端化不容易。
再加上扩张太快带来的管理问题、质量控制问题，还有就是海外市场，他们也面临跟领跑差不多的那些挑战，这些都是比亚迪需要一直应对的。不过呢，看他们目前的体量和体系能力，短期内这个市场老大的地位应该还是比较稳的。明白了。我们再来看吉利旗下的银河系列，上周卖的也不错，1.22万辆。吉利银河，车市红点说，这已经是银河系列连续第2周销量过万了，也进了新能源品牌销量前5，表现可以啊，连续2周破万。资料分析说，这主要是靠之前上市的那个银河 L7 卖的一直挺稳，而且他们上周开了个新车 M9 的预售。M9 新的 SUV， 对，主打6座的新能源 SUV， 据说啊，预售开了24小时，订单就破了4万台。多少？4万台一天？对，24小时破4万，这个预售成绩确实有点吓人。这个数字如果靠谱的话，那真是太火爆了。吉利银河这表现确实是个亮点。L7 卖得好，说明这车找对路子了，给银河这个牌子开了个好头。然后 M9 预售这么火，这说明了几个事儿。哪几个？第一，吉利这种传统大厂在供应链、造车工艺、成本控制这些方面底子还是厚，能很快拿出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品。老牌车企的优势。第二，6座或者7座的家用的新能源 SUV， 这个市场潜力确实很大。你看理想 L 系列卖得多好就知道了。M9 出来，明显就是想在这个热门赛道里分一杯羹，而且它的预售价或者配置，估计是相当有吸引力，才能一下子点燃这么大的市场热情。4万订单听着是很美啊，但是预售火爆往往只是第一步吧。接下来吉利银河要面对的关键是啥？对其他那些也想在新能源市场发力的传统车企有什么启示呢？你说的对，预售只是个开始，真正的考验是后面的交付和口碑。首先，吉利银河得保证 M9 的产能能跟上，而且在快速提量的过程中，质量得稳住，不能出问题。对，质量是生命线。要是有质量问题，那之前预售攒的人气很快就没了。其次，要把这4万订单实实在在的变成交到用户手里的车，这里面涉及到销售、金融、服务好多环节都得顺畅。最后呢，光靠一款爆款也不行，产品得持续升级，用户运营也得跟上。是个系统工程。对其他传统车企来说呢，吉利银河这个例子至少说明，搞一个新的子品牌或者产品系列，用更像新势力的那种打法，搞营销、搞服务，是有可能在新能源市场快速打开局面的。关键就看能不能真的放下以前的架子，真心从用户出发，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在产品定义啊、智能化体验这些方面跟上潮流。小鹏和理想这3家新势力，车市红点的数据，上周8月18到24号，小米和小鹏卖得非常接近，都在8200辆左右。小米和小鹏，咬得很紧。小米汽车那边呢，周交付量回到了8000台以上。资料里说，他们那个2期工厂正在加速提产。产能上来了。看起来是，产能问题在慢慢缓解，后面排名可能还会往上走。这对小米挺关键的。小鹏汽车这边销量保持稳定增长，同时他们有个重要的新车，就是全新换代的小鹏 P7。新 P7 要来了。对，马上就是8月26号上市。报道出来后没几天，P7 算是小鹏的经典车型和销量支柱之一了。这次换代大家期望挺高的，估计能再拉一波销量。P7 换代是个大事儿。然后是理想汽车，虽然上周在新势力里排第5，但销量也在明显往回升。理想对之前好像掉了一些。对，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新车开始大规模交车了，周销量从之前5000多台回到了上周的7600辆，开始发力了。另外那个孙少军的数据也说，理想上周的新增订单也破了1万台，说明市场需求还是挺旺盛的。看来需求端没问题。把这3家放一块看，你会发现他们都挺活跃的，都在调整和发力。对，小米在解决产能问题，产能一上来，销量马上就反应。小鹏呢就指望核心车型换代，重新刺激一下市场。理想就是靠交付稳住了，还把销量拉回来了。这就能看出来新势力之间竞争的多激烈，反应的多快。是啊，
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你看，对新势力来说，除了车本身好不好，那个生产能力和交付效率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对，造出来交出去。你看小米车关注度那么高，但一开始产能跟不上，量就上不去。现在产能好点了，销量马上起来。理想也是，开始稳定交车了，数据立刻就好看了。确实，光有订单不行，得变成实实在在的交付量。那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这3家还有其他新势力，他们现在共同的挑战是啥？对你，对咱们听众来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又意味着什么呢？共同的挑战，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市场越来越挤，怎么能持续拿出领先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在智能驾驶这些核心地方。差异化。第二，赚钱的压力，大部分新势力现在还在亏钱呢，怎么一边保持增长，一边尽快实现盈利，活下去，发展好，这是关键。对，得能自我造血。第三，就是来自各方的压力，传统大厂在反击，还有像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也跨界进来了，竞争是全方位的，四面楚歌的感觉。这种白热化的竞争其实是好事。怎么讲？最直接的选择更多了嘛，各种价位、各种类型的新能源车，一个接一个的出来。其次呢，竞争会逼着技术进步更快，不管是电池续航、充电速度，还是智能座舱、自动驾驶功能，都会更快的普及升级。技术迭代加速。最后，市场竞争激烈，也可能带来更实惠的价格或者更好的金融政策。当然了，选择困难症可能也更严重了。哈哈，确实。好了，我们把这几家主压车企的动态都过了一遍，整体看下来，你觉得现在中国电动车市场有哪些特点最值得我们关注？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特别突出。第一就是快，你看新车发布那个节奏，鸿蒙智行就是典型，还有销量排名变化也快，市场格局远远没定下来呢。变化快。第二个，价格战、技术战、配置战，到处都在激烈竞争，从高到低都在卷，太卷了。第三是外移，像领跑、比亚迪这些，国内打得火热的同时，也在加速往国外走。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影响力正在往外扩散。全球化。第四是分化，我们看到不同背景的玩家，传统车企像吉利，新势力还有科技跨界的像鸿蒙体系、小米，大家用的策略都不一样，各自的优势挑战也不同。快、卷、外溢、分化这几个词总结的挺到位。那了解这些动态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意义在于这不光是几家公司做生意的事儿，中国电动车市场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技术发展的方向，比如智能化、电池技术，甚至能源结构、供应链体系。影响这么大啊？对，关注这些头部玩家的策略，看他们怎么成功，遇到什么挑战，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行业。不管你是做这行的，还是投资的，或者就是对未来的出行方式感兴趣，甚至你可能正打算买车，都能从里面得到有价值的看法。你可以琢磨琢磨这些不同的发展路子，鸿蒙搞生态，领跑国内外一起搞，比亚迪靠规模取胜，新势力快速迭代，哪种模式可能更有持续性？或者说，未来这个市场的赢家需要具备哪些核心能力？好的，这次关于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近期动态的探讨，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最后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以想一想，现在新车发布这么快，竞争这么激烈，你觉得目前汽车上哪些功能配置或者技术可能会比我们想的更快的从选装变成标配呢？甚至有哪些现在看着还挺主流的东西，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被淘汰掉，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